靓仔，这节课讲讲球杆夹角，那些砸坏玻璃还困在球环里的同学，认真听。青铜学员打低杆总是有一跳球，或者低杆回来不够远。打中心点，我知道你们不会飞，但球杆如果是这种角度击打中心点，一样会滑杆。打低杆时，尽量保持球杆与桌面水平，打点越低，手架越平，杆头的接触面才会比较大，这样就不容易滑杆了。手架放平后，如果出杆时大臂掉下来，就会容易磕到桌子。应该固定住大臂，摆动小臂，同时让手腕手指向后回杆时尽量放松，就像这样。再来看一下完整动作，向前出杆时带上手腕手指的力量，这样就算打长台低杆也是轻轻松松就能拉回来一库。在打弧线球时，就需要抬高后手，让球杆跟球桌产生更大的夹角，才能给白球提供纵向的旋转力。瞄准弯心的位置，想往右拐弯，就打在白球右侧的点位上，弧线球就变得非常简单了。当白球被障碍球挡住了一点点，球杆就需要抬高到这个角度，击打白球中上方，就能轻松的跳过障碍球边缘，将球打进。想要系统学习台球技术，记得一定要去看我主页置顶的第一条视频。下课。靓仔，你有没有见过高手在出杆前都会有一个后停的动作？难道是这样看起来比较帅？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后停对你的技术稳定性有什么帮助。当我们趴下来进行瞄球运杆时，大部分的注意力都会在母球的击球点上，如果一回杆就马上出杆，视线焦点还没有来得及转换到目标球的进球点上，球杆就很容易失去目标点，导致出歪了。如果回杆时停住球杆，视线焦点就有足够的时间集中在进球点上，引导球杆朝目标球发力，整个出杆也会变得扎实通透。第二个好处，让动作更有节奏感。没有后停习惯的人，有时候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出杆，运着就出去了。你想想，自己都没准备好，那肌肉如何去组织正确的协调顺序进行出杆呢？正确的是，在瞄准好后，不紧不慢的回杆停顿，脑中在预想着出杆时的动作顺序，大臂、小臂、手腕，接着去执行。完美，这不跟我想的一毛一样吗？久而久之，动作的执行能力越来越强，节奏感有了以后，再升一级就到了力量准备的境界了。每次回杆时，会开始在心中准备好力量的大小，想过一遍以后再出杆，不仅把球精准的打进了，还用出了恰当的力量，走到了下一颗球的位置，顺利赢下这局，从此走上人生巅峰。下课。靓仔，记住这3个加赛点位，能让你轻松做到长台走位。杆头离母球中心点距离越远，旋转值就越强。1是弱赛，2是中等赛，3是强赛。这个角度先测试一杆正常不加赛的白球线路，刚好到达中带附近的位置。接下来打1的位置，白球就会撞到1；打2的位置，白球就会撞到2；打3的位置，白球就会撞到3。那么加塞球怎么打？先从中杆的位置瞄准进球点，保持手架不动，转动杆头到右塞的点位上，就能带着旋转将球打进。实战中，如果遇到这个球型，想要将白球停在这里打黑八，我们只要测量一下这条线路刚好是3的线路的延伸线，轻轻松松一推白球，就会精准的按照这条线路走到黑球，拿下这局。想要系统学习台球技术，记得一定要去看我主页置顶的第一条视频。下课。靓仔，定杆中间偏下点位，白球会定住，叫到黑球中带位。高杆中间靠上点位多，白球向前跑的就多，叫到黑球中带位。前4蹬中间靠上点位少，白球往前跑的就少，叫到黑球底带位。低杆中间靠下点位多，白球往后跑的就多，叫到黑球底带位。后4蹬中间靠下点位少，白球往后跑的就少，叫到黑球底带位。高杆右塞打右上方点位，白球先向前，吃库后朝右跑，叫到黑球底带位。高杆左塞打左上方点位，白球先向前，吃库后朝左跑，叫到黑球底带位。低杆右塞打右下方点位，白球先向后，吃库后朝左跑，叫到黑球底带位。低杆左塞打左下方点位，白球先向后，吃库后朝右跑，叫到黑球底带位。中杆右塞打中间偏右点位，白球先沿着切线方向跑，吃库后朝右跑，把黑球 K 到中带口。中杆左塞打中间偏左点位，白球先沿切线方向跑，吃库后朝左跑，
好，缝隙中叫到黑球的位置，拿下这局。想要系统学习台球技术，记得一定要去看我主页置顶的第1条视频。下课，靓仔。台球中5个控球小技巧，最后一个也太帅了吧！技巧1：力量控球。这种球想要走位黑球，其实很简单，正常推进，白球就会向前滚动一点点就可以了。白球这种滚动的能量来自于摩擦力给白球带上的旋转，很容易理解，所以只要力量小就可以。但是如果目标球距离较远，小力推球其实很容易会变线，导致打歪了。那咋整？这时就需要用到技巧2：杆法控球。击打母球上方一点点，主动给白球施加一点点向前的旋转，打出来的效果也可以和小力推球的效果一样，但是进球就会变得更加稳定。牛逼！技巧3：杆法减力。当遇到角度稍大的球，撞击后白球会自然产生分离力量，即使目标球刚刚好够力进袋，白球也会跑得很远，导致黑球不好打。打我笨蛋！此时如果用一个低杆的杆法，白球就会带着刹车的效果，不会跑那么远，刚刚能走到黑球的位置。你别过来啊！干什么？技巧4：借球停球。有些角度球正常击打是无论如何都停不住球的，但是如果刚好有一颗球在篮球的90度分离线路附近，就可以找他借一下。那他不借咋办呢？球如果在分离线后面，就加一点点低杆；球如果在分离线前面，就加一点点高杆。当然，球如果刚好在分离线上，就直接击打白球中心点就可以了。技巧5：非正常人控球。这种球型正常人会怎么打？这样帅吗？应该这样，高杆击打，瞄这里，注意看。想要系统学习台球技术，记得一定要去看我主页置顶的第1条视频。下课，靓仔。打白球中心点到底能不能打出纹丝不动的定杆？答案是不能，那是因为杆头打到白球中心点，白球会在短暂的滑动后被台面的摩擦力带上向前的旋转，所以当你用中杆打进直线球后，都会向前滚动一点点。那么我们将击球点向下移动一些，使母球带上一点向后的旋转，来抵消摩擦力，才能将白球定住。那有人就会问，为什么要练习白球定住呢？台球的技术可不是将球打进就完事了，把白球控制到下一杆容易击打的位置更加重要。走位好了，才能毫不费力的连续击打。定杆的杆法对走位可是至关重要的。直线球是定住的效果，而有角度的情况下，白球撞击目标球时，力量会一分为2，白球会沿着撞击点90度切线的方向分离。以这个球为例，红球进这个袋，白球停在这里会比较容易击打黑球，它的切线方向刚好能从2颗球中间穿过，所以我们只需要击打白球中间偏下一点点，就可以保证白球能顺利的走到黑球的位置，赢下这局。现在了解一下不同情况下的定杆。第一种情况，相同距离，力量越小，打点越低，大力打中杆，中力打中低杆，小力打低杆。第二种情况，不同距离，距离越远，打点越低，远距离打低杆，中等距离打中低杆，近距离打中杆。想要系统学习台球技术，记得一定要去看我主页置顶的第1条视频。下课，靓仔。哇，这反弹这么准吗？入射条，语法射条，看好了。哎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怎么不想等呢？注意看，因为力量大，库边产生了凹陷，凹陷的回弹会给球一些反向的力，所以想要大力秀一杆时，需要适当的向左多瞄一些。不要紧张，小伙子。看到没有啊？这怎么练的？能不能教我？我加班1星期。你说了啊？可以。来，首先先在对面库边上找到这4个点，分别放上翘粉，每2个点之间距离16.75厘米，分别对应这边的4个点，每2点之间的距离是33.5厘米。先看一下4号点位对应的这条线，目标球无论在这条线的哪里，都可以对着4号点小力击打，就能翻进中袋。这个需要靓仔们大量的训练这4条线，每条线至少训练100次以上。想练成翻袋神功，可不是眼睛看会了就行，而是要将它们牢牢的刻在本能里。这就像给你加装了4把尺子一样，任何目标球在桌上，只要看一眼就知道用哪条线作为参考线。
好，接下来如果目标球不在这4条线上怎么办？很简单，如果只偏离线的左侧一点点，理论上这条线才是进球线，但是我们只需要加大力量，瞄准3号点打就可以了。还记得吧？大力会缩小反射角，这个球理论上这条线才是进球线，但是它离左侧的2号参考线有点远，所以需要更大的力量去瞄准2号点位，同样也能打得进。现在明白这4条线的重要性了吧？想要系统学习台球技术，记得一定要去看我主页置顶的第1条视频。下课。